导播一会儿起步3个点儿。我现在怎么感觉已经给很多朋友心里造成阴影了啊？我就一播好像就担心自己要熬夜啊，没事儿啊，熬不了夜你就去小孩那桌坐的，去吧，去小孩那桌坐的啊，去吧。对，因为我就讲究一个咱就是讲究一个管饱，咱这一块来啊，咱这块是讲究一个管饱，就比如说你看周一、周二、周三我的剧更新嘛，对吧？周四不更新了，然后这个开始推理吧更新了，啊，开始推理吧4、5、6更新完了，是不是一天更新一集1个多小时？然后更新完之后，礼拜天嘎给你直个播。咱是现在就是每次都是7天乐，反正这一周都是让你就是闲不住，啊。说宁哥刚开直播吗？刚开这个5分钟，啊。我说宁哥我今天过生日，那在这里呢也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，然后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那你在这个过生日的这个日子里能够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然后来看看我觉得你也是拿我当朋友。啊，也很荣幸成为你的朋友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有我们这个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都会祝福你生日快乐，新的一年能够这个长1岁了，能够这个越来越棒。朋友说来了，说老大，我是美星球，你爱谁谁。就说宁哥这个没洗头吗？我洗了，我每天都洗头。我在你们的一个印象当中是一个这个不讲究个人卫生的一个人吗？不是吧？啊。洗头我每天都洗啊，几个点啊？你管我？我刚开播你就问我几个点，这个东西不太好。这个问我播几个点，就好像是就有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一开播，有朋友说宁哥你今天播几个点，这种东西就稍微有点不礼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，首先呢，第二是什么？至于就属于行业机密。啊，就是好像你跟你同事，你俩虽然是干的同一个工种，你好意思问你同事说开多钱工资吗？哪怕你问了，你同事也不敢告诉你啊，是不是？他就属于是一个性质。我说你声卡好了没？声卡我没换，我就是还是一会儿如果讲到一半，声卡声音断了，然后你们也多理解，因为有时候我一激动，声卡有点受不了。然后呢，声音要是没了，你们就等我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就是要不就你们就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有朋友开始叫我流下水哥哥，啊，上个节目一个口误也让你们就是给我笑话到了啊。我是流下来，不是流下水啊，流下来啊，口水流下来了啊，就看到了下水，口水流下来。宁哥看出来你在这个节目玩的挺开心，是不是？就挺开心啊。开始推理吧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节目。就是我之前也说过了，我说就是我去这个节目就有一种很放松啊。首先这个节目里人都特别好，然后呢相处了1期2期之后就很熟悉了，然后开玩笑也能开得起。然后呢，就是不是说开不开起玩笑的原因，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可以很放松。你一放松吧，这个节目整个氛围就看起来很放松啊，所以观众也是都能看出来的啊。我记得之前还说那个什么，还说那个说哎，有人担心说哎这种节目一看这些人，我记得好像看了一个评论说啥呢？就那天我们6个人不是开始推理吧，不是那个直播了吗？啊。6个人直播了，然后呢，有人就在这个公屏上，就是也不是公屏吧，回头呢就在这评论说什么呢？说哎呀，这场直播看起来有点尴尬呀，感觉这个6个人都不怎么熟，就是在那被迫营业的感觉啊。哎呀，我天哪，就是这个是纯的在那胡说八道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已经很熟了啊，已经很熟了。录这么多节目以来，我感觉已经很熟了。你告我怎么叫熟？就是我们6个人在这直播互相坐腿上是吧？洗脑门上，告我怎么叫熟？就是我们6个人在这直播互相坐腿上是吧？洗脑门上，然后就显得好像是我们在这里边打闹，然后我们再去揪女生头发，就感觉好像是熟了是吗？你说你录个节目跟人录10天，你说成为一生的好友，我觉得这个有点扯。反正就是关系很好就不错了就行了啊。你到时你录个节目成为红颜知己了那还行，对不对？那不至于，反正就是都已经很熟悉了，而且人都是，我说实话，这个节目当中没有矫情人，特别好啊。而且我们玩的什么东西。慢慢越来越有团魂，你们往后看你就知道了。就慢慢这6个人呢，就是有点就是团魂这一块就起来了啊。就是你明明感觉到这个团队里有这个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啊，因为打得不可开交。没有开玩笑啊，就是那种就是团魂后面慢慢就来了啊，慢慢就来了。你到时候你自己看看就大概就知道了啊，就已经很熟了啊。如果说第2期整体都很好看。毕竟是这个，我们首先第1期呢，可能去了。说实话，录第1期的时候，你宁哥别说别人了啊，别人肯定比我强。你宁哥去第1期有点就是蒙圈，非常之蒙圈。就是我因为我们没录过这种东西，没录过这种综艺节目嘛。
像以前录什么那种什么唱歌类的节目去了，我知道我今天要干啥，我先把2首歌唱好就完事儿了啊。我就是提前就是练歌这个东西吧，像这个录这种推理综艺去了，你没法提前练，你知道吗？这没什么可练的，就不是说你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，但是我没办法磨呀，那磨啥呀？我问题是，啥也不知道去了，而且去了吧之后呢，第一期呢，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许的小懵，然后呢，导致什么呢？导致就是我在里边就是不是特别放松，但是别人表现都很好啊，我第一期就没那么放松，然后呢也拘谨，也不知道有些话该说不说，就是有些话你知道吗？我特别怕什么呢？我特别怕就是那种我在里边的一些脑洞，因为我这人脑洞还相对来说就多一点嘛。然后就胡说八道这一块嘛，啊，然后呢，我当时第一期去，我怕什么呢？我怕就是在里边我太胡说八道了，说了一堆废话，然后观众一看，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刘宇宁好像是有点像个二傻子似的，啊，就感觉我怕我就说错话，说的东西推理驴唇不对马嘴的，到时候让人家觉得我好像在里边就是那种是个傻子啊。当时宁哥第一期去的时候有那么些许的包袱，啊，但包袱这个东西不是偶像包袱，是这个智商包袱啊，智商。然后呢，也不咋敢去推理，也不敢说话。有的时候提出一个想法之后，又不敢去延伸的去说，然后就怕说完之后，我怕让队友觉得这个队友好像有点傻，所以稍微有点拘谨。录完一期之后，我觉得就是录完一期嘛，第一天录完了嘛，我回去一想，这帮人跟我也差不多呀，啊，跟我也不相伯仲啊，所以。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啊！这些我们智商这一块，哪怕有人比我聪明一点，哪怕有人比我稍微的就是笨拙一丢，但我们都不相伯仲，也没差多少。所以第2期就放松了一些啊，大家也都放松了，估计他们也在想啊，这些人好像也不是特别聪明，那来吧啊，就是可能就是造成了就是后面就熟悉了啊，放开了，那还是在线的，把那玩意儿吧，就是智商这一块确实是没有往后，但是玩着玩着你就进入那个氛围了，你无论怎么样你就觉得很好玩了啊！就是其实你说到底说你有多聪明，在里边展现你的智商也没必要，对吧？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大家一块儿把这个案子解决了那种感觉，那个过程我觉得很好玩啊！从一步步探索、搜线索呀、审问呐，包括后面我们的脑洞啊这些，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好玩的啊！你要是就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你要显示你有多聪明，那你就别来这个节目了，你去那个最强大脑。好不好？你就去最强大脑，那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还是一个，就是它算一个特殊题材的一个，还是一个就是综艺节目嘛，对吧？它也不是说一个就是那种说需要纯的说智商比拼啊，那就是我觉得享受过程，玩的开心，而且这些嘉宾又非常好，然后呢就挺开心的啊。最强大脑，我想说什么，朋友们，就是追星这个东西啊，千万别盲目，好不好？就别盲目追星，觉得好像你喜欢了个人，喜欢了个 idol，他就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。哪怕他在你面前告诉你1+1等于2，你说我太厉害了，你就是个天才。你心里得有点数，你宁哥这个智商确实是不太行，智商我行的话我就考大学去了，我何必学厨师呢？最强大脑，我去了最强大脑，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我去完之后，我估计录1期，我就觉得我这个脑子可以扔了。啊，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脑子到时候可以拿出来给我家小狗吃了，因为留着没用啊，没用就给它吃着玩呗啊，让它玩去啊。我说宁哥，那你脑力不行，那你去参加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呗。宁哥就是，你要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感觉我不是说脑子不行，我是哪都不行。我这个体力这一块，我这个就是运动细胞这一块，确实你也是知道的吧？我家老粉儿都知道，我就是，比如咱别说上什么男生女生向前冲了，就随便去个以前的那个那种综艺节目去，在里边跑一下跳一下，就当时就得差点吐台哈。啊，就哪怕就是不用，就是不是说竞技类的综艺节目，就是那种正常的娱乐综艺节目，上去跑一下跳一下，就瞬间就是感觉要吐了，啊，就觉得犯恶心，也不知道为啥，啊，就是爬坡什么的，就是感觉就恶心啊，所以说也不太行啊。我说宁哥，那你去向往的生活呗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我觉得你要这么一说，我就又瞬间感觉我哪都不行。向往的生活我虽然没去过啊，但是我看到一些剪辑的片段啥的，就是在里边好像是人家就是嘉宾之间聊天嘛，对吧？聊天。我这人吧，我觉得我聊天的优势在于什么呢？就在于怼人啊！我特别能抓住一些点去怼别人，跟人开玩笑什么的。我上的节目都是我前辈，然后我去了去怼人家，没有人骂死啊！现在不怼人都被人骂，我再怼了前辈，那火不火了？我要能去向往的生活，我估计我的功能就给他们做饭吧。啊，厨师这一块我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刚有朋友说，宁哥你去乘风破浪的姐姐，我去你的吧！首先，你宁哥没那么火，说综艺节目都邀请我，我算老几呀？我算老几呀？对不对？
没那个程度，说想去哪个节目，我就是好像这个综艺节目任我挑，我哪有那个面子，我也没有那个脸啊。去不了，而且呢，说句实话，我一年现在就是给综艺的留的时间其实非常之少，我也就是我觉得综艺吧，就是一年有个最多2个，我觉得已经到我极限了啊，剩下时间留着别的工作嘛。今年算是录了一个什么？录了一个那个开始推理吧，然后这算我今年的一档综艺，然后可能不一定啊，到年末就比如说戏杀青了，到年末我再录一个也有可能，然后呢，但不一定啊，到年末就比如说戏杀青了，到年末我再录一个也有可能，然后呢，在其他中间是就是没啥时间去那个录综艺了啊。所以你们且看且珍惜啊！我的粉丝们啊，我是跟我们粉丝说啊。如果说你几月份进组，马上进组了，我还有几天了啊。然后六月中旬就差不多就开机了，然后就开始干活了。这2天就回横店，包括之前在横店干啥呢？之前我那个天行健杀青完之后呢，我一直在横店啊。你宁哥不是在横店玩，也不是来横店旅游的，是因为后面那个古装戏的剧组呢，现在已经在这边建组了。已在横店建组了，我连续在那个组里跟导演也好，跟那些编剧也好，光那个围读剧本围读了1周，啊，已经提前把后面的戏的剧本已经围读完了啊，围读完了，然后呢，现在也在修改，修改完估计我们还得再围读一番啊，因为这2天我还得去跟导演他们再围啊，再跟他们围一围，因为后面的古装戏嘛，然后把这个剧本人物捋顺了，然后我寻思这个事儿啊。然后呢，已经围了好久了啊，导演啥的都是还挺棒的，包括制片人呐、编剧啥的写的都非常的好啊，写的非常的好。在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